嘿，铁子们，你知道当一个不靠谱的爹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吗？这个男人只是略微出手，就意外弄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卡萨手忙脚乱的用毯子裹住婴儿，却怎么也擦不干净地板上的血迹。正当他绝望的环顾四周时，妻子竟然朝这边走了过来。粗心大意的卡萨并没有发现门把手上还沾着暗红的血迹。眼看妻子马上就要看见儿子碎片，卡萨吓得赶紧叫住他。妻子被这声吼叫吓得僵在原地。María, ya lo vigilo yo, ¿vale? Ponte tú con la comida, yo me encargo. 妻子欣慰地笑了笑，他还以为卡萨突然有了男人的担当，于是竟然放心地离开了。支走妻子以后，房间里瞬间安静得可怕。卡萨低头看着怀中冰冷的婴儿，悔恨如潮水般涌来。他想到那张该死的咖啡桌，那个该死的导购，还有自己该死的固执。如果可以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他一定不会执意把那张咖啡桌搬回家。虽然说男人至死是少年，但卡萨竟然还真把这话当真了，不负责任、意气用事到这个地步，只能毫无悬念地招来一生的悔恨。铁子们，我是驰明，带你看懂每部电影里的名场面。几小时前，在家具城，卡萨带着妻儿闲逛的时候，突然被一张造型独特的咖啡桌吸引，两个贵姿女人雕像托举着玻璃台面，这个设计一下子戳中了他的心吧。导购唾沫横飞地吹嘘着玻璃的强度，说它坚不可摧。卡萨已经彻底被这张桌子迷住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买下来，但妻子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漏洞。Es una mierda. Bueno, cariño, pues esta mierda es la que yo quiero, ya lo sabes. Jesús, es horrible y no pega con nuestra decoración, con ese cristal y la imitación tan cutre de oro. No metas esto en casa, por favor. 这番话正戳中了卡萨的内心，他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结婚15年来，家里从窗帘花色到沙发款式，全都是妻子做主。此刻导购谄媚的笑容和妻子反对的眼神，让他突然爆发了。凭什么男人不能窝里横？这一次谁来劝他都没用。妻子震惊的表情让卡萨更加固执，他和妻子大吵起来，执意要买下这张桌子。导购见状，立马眼疾手快的见缝插针。Se puede romper un jarrón, se puede romper un mueble, se puede romper un matrimonio. Pero, querida mía, le doy mi palabra que este cristal es irrompible. 见到儿子被吓哭，妻子骂骂咧咧的离开。看着他的背影，卡萨心中涌起一阵报复般的快感。为了节省送货上门的费用，他咬牙扛起沉重的咖啡桌，一步步艰难地爬上6楼楼梯回家。可当他在安装时，却发现少了一枚关键的螺丝钉，这下玻璃台面根本没法平稳固定。他给导购打去电话，电话那头的导购敷衍地答应补送螺丝，可这至少要等2小时。这里就体现出7天无理由的重要性了。目前就连最基本的售后服务，此时也是草率得很。妻子看到这一幕，指责卡萨不该为了彰显男子气概赌气买下这张咖啡桌，毕竟就算离婚，这房子里的东西他也带不走。可卡萨却不以为然，就算离婚，他也要带着这张彰显他尊贵丈夫气概的咖啡桌。妻子对卡萨很是无语，他只好去超市采购食材，以便招待晚上来做客的卡萨哥哥和女友。出门前还不忘再次嘱咐他别去管那张咖啡桌，先照顾好儿子。门关上的瞬间，原本安静的儿子突然嚎啕大哭，卡萨手忙脚乱地抱起孩子，用尽浑身解数哄着他。¿Cuánto te quiere el papá a ti? ¿Que te quiere infinito? ¿Eh? ¿Cómo te como? La mesita, ¿eh? ¿Te gusta la mesita al nene? ¿Le gusta la mesita al nene? La mesita nueva, ¿eh? ¿Le gusta, eh? Mira la mesita. Mira la mesita. Mira la mesita al nene. ¿Está la mesita a ti? Qué bonita la mesa de nene, ¿eh? ¿Has visto? 儿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其实我在这真有个问题，谁家哄孩子会说我要把你吃掉了？卡萨本想把孩子放到咖啡桌上，让他感受摇摇椅一样的感觉，这是正常智力的亲爹想出来的主意吗？果不其然，卡萨完全没有想到，缺少螺丝固定的玻璃台面突然倾斜，锋利的边缘如断头台一般，直接切断了孩子的头。婴儿的笑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碎裂的玻璃和飞溅的鲜血。卡萨僵在原地，瞳孔中倒映着滚落到桌角的头颅，这看得我还以为是死神来了。死神来了系列的死亡陷阱往往就来自于日常物品的微小故障引发的连锁反应。虽然不少观众看完都吐槽片里的人都是泥做的，一碰就死，不过这里玻璃碎片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可见死神来了和咖啡桌的致命设计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可此时的妻子浑然不知这一切，她还在超市准备着晚餐的食材，一边跟朋友高兴的交谈，和对方分享自己老来得子的喜悦。原来这个小小的生命是妻子历经700多天试管煎熬，打了无数针剂才换
换来的珍宝。只有经历过试管的才知道此言不虚。为了取到合适的卵子，母亲需要经历3重考验。首先，女性要连续注射10到12天促排卵药物，这些激素会导致腹胀、情绪波动，甚至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紧接着是取卵手术，虽然采用麻醉，但术后仍然会腹痛数日。最煎熬的是等待期，胚胎培养成功率只有40%到60%，很多女性要反复尝试多次。相比之下，父亲只需提供精子，基本没有身体损伤，顶多遭遇几次取精失败的心理压力。整个过程对女性而言是持续的生理煎熬，而男性更多是精神陪伴。卡萨怎能不知道妻子妊娠成功之前流过的血泪？但是作为一个这样的父亲，父爱和母爱成了反比。与经历丧子之痛相比，更令他恐惧的是妻子得知后未知的恐怖反应，以及最重要的，他不想承认孩子的死是因为自己的错。现在这具无头尸正血淋淋地躺在卡萨面前，他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愣在原地，直到血液从雕像上面缓缓流下，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捅了多大的篓子。他机械地拔出扎入掌心的玻璃碴，鲜血顺着指尖滴落。他不敢想象玻璃切断孩子头颅时承受了多么刺骨的疼痛。无助一时间笼罩着卡萨，让他的呼吸变得极度沉重。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他颤抖着拿起手机，极力克制自己内心的不安。Jesús, te voy a pasar a alguien que te quiere saludar. ¿Qué pasa, papi chulo? ¡Felicidades! ¿Qué me han dicho que has traído un Tanito al mundo, ¿eh? Jesús. Oye, Jesús. 卡萨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欢快的询问声此刻像钝刀般凌迟着他的神经。他赶紧挂断了电话，看着刚才还充满活力的儿子，现在却已血肉模糊。他只能裹紧儿子的襁褓，把他放回婴儿床上，又忍不住亲了一口儿子的屁股，却闻到了一股排泄物的味道。原来儿子刚才的哭闹只是因为尿不湿需要更换了，可卡萨却全然不懂，还以各种方式分散儿子注意力，直到把他放在咖啡桌上才酿下大祸。这不仅仅是父爱的缺失，儿子都这么大了，做父亲的竟然连这点常识都少得可怜。现代育儿明明需要父母共同学习进步，但卡萨这种的明显还停留在只要自己赚钱就行的远古思维里。不过话说回来，这种爹难得主动带刺娃，场面难免既感人又吓人。感人在于他终于愿意尝试，吓人在于时刻都有性命危险。现在血淋淋的事实终于让他开始学会带娃，但此时已经没娃可带了。卡萨拿出尿不湿重新给孩子换好，这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他这才知道自己并非第一天不靠谱，而是一直不靠谱。恍惚中，妻子再次打来电话，询问他该买哪种红酒。卡萨明白妻子是因为他才特地买了酒道歉，但此时他再次紧张地挂断电话。妻子对丈夫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他又拨了回去。Oye, ¿me has colgado? ¿Pero cómo me cuelgas así, tío? Compré un vino para hacer las paces y vas y me cuelgas. ¿Tú estás tonto o qué? Oye. 连一件小事就让妻子气愤不已。卡萨不敢想象妻子知道真相后该是什么局面，他手忙脚乱地把孩子抱回房间，却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可怕的局面。想了想，只好转身冲进厨房想找清洁剂。然而平时从不做家务的他，连抹布放在哪儿都不清楚，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去敲楼上邻居的门。楼上住着个小姑娘，卡萨编了个刷漆的借口，借来几瓶清洁剂。小姑娘一脸狐疑，不断强调着天黑前必须归还。他胡乱答应着，不料刚回到家门口，就在他开门的功夫，突然撞见了来送螺丝的导购。那家伙满脸堆笑，还在吹嘘玻璃的坚固程度，听得卡萨太阳穴直跳，气得他直接把人轰走了。回到一片狼藉的屋里，他开始疯狂清理现场，试图抹去儿子已死的事实，就连玻璃碎片扎进手心也顾不上疼。然而无论怎么用力擦拭，地毯上依然留着刺眼的血痕。他低头顺着痕迹看去，赫然发现了静静躺在桌底的儿子的头颅。他鼓起勇气伸手想把它拿出来，却在即将碰触的瞬间缩回了手。随后卡萨来到浴室，机械地冲洗着身上的血迹，绷带缠了一层又一层。做完这些，他站上了阳台边缘。显然他不敢面对刚刚发生的一切，但6楼的高度也实在让人眩晕。就在他犹豫的瞬间，门铃突然响起，原来是妻子回来了。现实把他从恍惚中拽了回来，他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开门。¿Por qué coño no me abrías? ¿Y por qué me cuelgas, tío? ¿Me quieres contestar? El niño... ¿El niño qué pasa con el niño? ¿Qué ha pasado? Que estaba durmiendo el niño. Estaba flipando con que no abrieras. Tío, pensaba que había pasado algo, joder. Es que... ha pasado algo. A ver, ¿qué ha pasado? Que el cristal de la mesita se ha roto. ¿El de tu mesita nueva? El cristal irrompible. Eso es el karma.
看见卡萨得到惩罚，妻子就像是打了一场胜仗，不停地嘲笑卡萨，而卡萨却紧张的不敢说话。他来到厨房帮忙，可妻子还是嘲笑个不停。不明真相的妻子说的话句句刺向卡萨的心，但他却丝毫不敢回嘴。不料此时妻子毫无察觉地走向婴儿房，说要取出放在里面的监听器。卡萨的指尖瞬间发冷，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刀子。咱也不知道他要自刀还是背后补刀，不过他知道一旦妻子走进房间，儿子变成路易16的真相就瞒不住了。他急忙拦住妻子，故作轻松地说，孩子刚哄睡着，让妻子去安心地准备晚餐，自己来照顾孩子，还破天荒地说了些温存的话。妻子虽然觉得反常，但久违的体贴让他心头一暖，于是转身去了厨房。卡萨也把监听器放到厨房，随后继续给妻子帮忙。他刚想松口气，不料厨房的监听器突然传出一阵诡异的声响，那是一阵滴水的声音。妻子刚刚想去查看，就又被卡萨拦了下来。随即卡萨自告奋勇独自来到房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看到眼前惊悚的一幕，他还是浑身发凉。孩子的身子正在滴血，血把床浸透以后又滴在地上。回到客厅，他谎称是监视器出了问题，可妻子还是半信半疑。卡萨刚把妻子安抚住，门铃就突兀的响起，哥哥带着女友满面春风的站在门口。他们刚进门就不停祝贺二人喜得贵子。寒暄间，哥哥已经迫不及待地朝婴儿房走去，嘴里还念叨着要当第一个抱侄子的人。卡萨的喉咙发紧，想阻拦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Que seguro que se muere de ganas por ver a su tío favorito. Que no se puede, que está durmiendo. Enséñamelo un momento, que tengo muchas ganas de besarlo y abrazarlo sin parar. Después, pues lo abrazas. 两人不顾卡萨阻拦，他眼睁睁看着哥哥推开婴儿房的门，来到了儿子房间。好在几人为了不惊扰到孩子，并没有走到孩子床前，只是拿着孩子的照片观看。而哥哥看到卡萨把他最珍贵的玩具送给了儿子，忍不住夸赞他是一个好父亲。可越是这么说，卡萨越是难受。他强撑着笑脸将众人引回客厅。餐桌上，妻子眉飞色舞地分享着育儿趣事，说生下他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他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而哥哥也兴奋地宣布女友怀孕的消息，所有人都举杯庆祝，唯独卡萨心事重重，一直耷拉着脸。哥哥注意到卡萨反常的沉默，脸色渐渐沉了下来。Habla, joder, di algo. Que haya dejado embarazada a una pobre chavala de 18 años. Me importa una mierda ahora mismo, Carlos. Se trata de dos cagadas históricas. Y lo sabes. Te vas a complicar un poquito más la asistencia y le vas a joder la vida.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听到这里，我真的说不愧是亲兄弟，蛇鼠一窝都不是啥好人。哥哥察觉到卡萨的异常，便起身跟了过去。他想和卡萨聊一聊，可他刚推开卫生间的门，就看到卡萨瘫坐在马桶上，手机屏幕上面写满了对妻子的忏悔和遗言。他接受不了这个意外，更不敢去面对这番话。卡萨抬头时，那张惨白的脸上满是泪痕，眼神涣散的可怕。这一切让门外的哥哥尽收眼底。在哥哥的逼问下，卡萨终于崩溃了。他带着哥哥走向婴儿房，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哥哥的双腿开始发抖，却还是强撑着走到婴儿床前。No tiene cabeza. Se la cortó el cristal. ¿Y dónde está? Debajo del sillón. No me atreví a cogerla. 就在哥哥思考解决办法时，妻子敲响了房门。 Dime. ¿Qué hacéis tanto rato hablando? Son cosas de hermanos. No te preocupes. ¿Y el niño? ¿Sigue dormidito? Sí, sigue dormidito. 还是妻子太心善了，竟然忘记去听听监听器。哥哥知道妻子对孩子的感情，表示一定不能让他看到无头的宝宝。当哥哥还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向妻子解释这可怕的真相，门铃声却猝不及防响起。邻家女孩抱着小狗站在门口，一脸不高兴地讨要之前借出的清洁剂。在悬疑影视中，动物往往成为推动剧情的关键元素，既能制造紧张氛围，又能隐喻人性阴暗面。训练有素的狗简直就是破案神助攻，敏锐的嗅觉能直接发现人类忽略的血迹或毒品。动物没有台词，但一个炸毛的动作或低吼就足以让观众后背发凉。它们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剧情即将反转。卡萨看到门口的一人一狗，这才想起自己根本没把东西还回去，顿时手足无措。只有妻子热情地把女孩迎进屋，完全没注意到丈夫和哥哥惨白的脸色。小狗一落地就躁动不安，鼻子不停抽动，然后突然挣脱女孩的怀抱，循着血迹直奔椅子而去。卡萨的血液瞬间凝固，他想起孩子的头颅还在桌子底下，狗狗肯定发现了孩子的头，哥哥也立马表情惊恐，只有妻子还茫然不解，焦躁的团团转。 ¡Y tú! ¡Coge al perro y que pare de ladrar! ¡Niña! ¡Coge al perro! 当女孩去拉开狗子的时候，却看见地上有颗人头，吓得惊呼起来。而狗子因为刚才舔过人头，嘴上也变得满是血迹。妻子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为什么狗嘴上沾满了鲜血？ ¿Y qué escondes ahí, Carlos? ¡Es una cabeza! ¿Una cabeza? Vete de casa, María. Cristina.
Saca a María y llévatela de casa, por favor. Hazme caso. Sácala de casa ya. ¿Me puedes decir qué pasa, por favor? María, ve con Cristina a mi casa y luego hablamos. Confía en mí. Confía en mí, pero ahora sal de aquí, por favor. Enséñamelo. ¡Enséñamelo! ¡Enséñamelo!妻子发疯般冲上前，从哥哥颤抖的手中夺过那个小小的头颅。当他看清面容的瞬间，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划破夜空。他死死搂住孩子的头，可双臂间本该有的温暖躯体却空空如也。原本可以填满自己怀抱的孩子，如今只剩一颗头颅。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已经抱着头颅踉跄着走向阳台。夜风吹起他的长发，也带走了他最后一丝理智。他纵身跃下的瞬间，卡萨也发狂般的跟着跳了下去。那块夺命的玻璃碎片，此刻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妻子至死都不明白，为何当初自己一眼就看出危险的设计，丈夫却执迷不悟。三具破碎的躯体静静躺在血泊中，一块坚不可摧的玻璃终究害死了一家三口。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吗？以后再生不就好了？何必以跳楼这种如此极端的方式给孩子殉葬？但毕竟母亲孩子实指连心血浓于水，尤其是试管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更是掌上明珠的存在。不过就连如此被妈妈关注的小孩，都会因为育儿的失职不慎死亡。我们不由得想起互联网上盛传的爸爸带娃活着就行一系列的相关搞笑视频，画面里的中国或者外国爸爸展示着自己的粗心，给网友提供笑料，但是没人在乎小孩会不会因为这些段子真的受到伤害，更不会在乎因为丈夫的不负责任，怕孩子真的吃亏而被迫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妈妈。电影里的妻子好像是意气用事的，脾气暴躁的，但我们仍未得知她是因为天生喜欢颐气指使，还是因为育儿和家务做饭的压力让她被迫成为了暴躁的人。无论怎样，为了避免这样的惨剧，所有的新手爸爸请远离那张不完整的咖啡桌，放下某些气概，多去请教老婆育儿经验吧。不是所有电影都有现实的结局，但是每场恐惧都有真实的源头。我是驰明，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